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封故事。到底是什么仇恨，导致一家5口被屠，下至1岁半的孩子，上至60岁的老妪？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这是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话。但这起案件让你见识下他们是怎么理解真正的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弟弟花1000元钱将妻子买来与自己的哥哥共享，还生下了2个可爱的女儿。可受尽折磨的妻子拿到离婚证的当天，却成了末日，自己家人竟被屠灭满门。2001年11月19日，四川巴中平昌县，此时已是深夜，但在这平静的小村庄，却灯火通明。村民全部围绕在一起，不断地讨论着什么。看着眼前那破旧的房屋，根本想象不到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这一家人也没有得罪谁呀，这也太惨了。就在几人不断窃窃私语的同时，传来了警笛的轰鸣声。随后从警车上下来许多民警，身穿制服，并立即将围观的群众疏散后，将眼前这破旧的房屋用警戒线围了个一圈。这时警方才开始勘察起现场的情况来。虽然知道大概案情，但还是被现场的惨烈吓了一跳。这户人家房屋和普通农村房屋无异，在这破旧的房屋中生活了5口人，但就在几个小时前还生龙活虎的几人，现如今却成为了残肢断臂。首先进入警方视角的便是堂屋沙发上的3人，1个小孩和1对夫妇瘫倒在沙发上，并且全身布满了刀伤。看小孩的模样，可能也就1、2岁的样子。而在堂屋背后有一个非常狭小且黢黑的房间，在房间当中也有1个小孩。村民发现的时候还有呼吸，但不幸的是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在另外1个房间的角落，还有1位年龄稍大的女性，全身上下也布满了刀伤，并且躺在角落。而在她的附近，全部都是被刀砍下的头皮和头骨。在这面积本就不大的房屋当中，充斥着血腥味道，而脚下全是还没有怎么凝固的血液。在几个小时前还欢声笑语的一家人，没想到如今却成为了冷冰冰的尸体。这如此大的差距，又怎能不让人震惊？这到底是多大的仇恨才能这么狠心，连1岁半的孩子以及60岁的老妪都不放过？警方对现场初步勘查后，便将几人的遗体妥善安置，并将现场的证据采集。随后根据警方的调查得知，这5名死者分别为陈玉兰60岁，是该户人家的户主；蒲中华31岁，陈玉兰女婿；贺丽梅26岁，陈玉兰女儿。2个小孩则是蒲中华和陈玉兰3岁的儿子和1岁半的女儿。蒲中华的岳父因当天外出走亲戚，得以存活。或许对这位老人来说，这么孤独的存活，又何尝不是像拿刀在刮一样？自己出门前，自己的老伴、儿孙还接在眼前，可自己回来后，却永远的天人两隔。这种痛苦，又有谁能真正的理解？更何况老实本分的一家人，只想过自己的安逸日子，可谁能想到却飞来横祸。而警方在初步勘查后，推测这很有可能是一起特大的恶性报复杀人案，并且根据现场的痕迹来看，歹徒应该是一位青年或者中年男子，并且是一场有预谋的报复。一家5口人，没有1人逃脱，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将其全部灭门，甚至还是在有壮年存在的前提下都没幸免。这可想而知凶手的心狠手辣。而此时警方也在纳闷，
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凶手选择灭门报复？案发当晚11点，警方便立即针对该起案件成立专案组，并试图用最快的时间侦破此案，还受害者及家属一个公道。如此恶劣的案件，简直闻所未闻。平昌县公安局局长亲自坐镇指挥该起案件的侦破。先从受害者的社会背景调查，这种灭门惨案不可能无缘无故，很有可能便是仇杀，在有矛盾或者发生过争吵等情况上，更应该重点关注。随后，警方便开始进行大量的摸排及走访工作。但是，当摸排结果出来后，却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。在走访的10个人当中，10个人都谈到了一件事情：他们女婿蒲中华的妹妹蒲琼兰被卖给了一个叫任长典的人，而且听说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在闹离婚。那个任长典老打蒲琼兰，蒲琼兰提出离婚，但这个任长典却是始终不同意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警方很快便重视起来，并且迅速核实了2人的离婚情况，并且在深一步调查后发现，任长典竟然怀疑蒲琼兰背着他找其他的男人，所以经常对蒲琼兰殴打、虐待。而因为受不了任长典的家暴，蒲琼兰便选择离婚，但是任长典却是始终不同意，甚至经常说道：“你这臭婆娘！是不是你那要死的大哥蒲中华又在背后给你出了主意？你这臭婆娘，要是再不乖乖听话，还要和劳资扯这些，小心我将蒲中华一家弄死给你看看。”但就在这个时候，警方却突然发现，任长典竟然离奇的失踪不见。从案发后到现在，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何处。根据这些线索，任长典有非常大的嫌疑，不然的话，又怎么会突然失踪呢？于是，警方立即展开对任长典的追捕，并且在附近20多个县镇发起通缉，8中各要道全部封锁，并对任长典所在村庄24小时布控，展开地毯式搜索。在24小时后，警方终于发现了任长典的踪迹，就在任长典家背后的深山之中。但找到的却并不是任长典的活人，而是一具已经死亡多时的尸体。经过法医的鉴定，任长典死亡时间11月20日，服毒自尽身亡。可是，任长典到底是不是凶手呢？又为何会选择服毒自尽呢？这一切谜团背后的答案又是如何呢？然而答案却是在已经身亡的任长典日记中早已注明。警方在任长典家中翻出了一本已经发黄的日记，翻开便是，这所发生的一切都和亲朋好友无关。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，贺家和蒲家合伙把我美满的家庭破灭，甚至记录了将其一家灭门的时间。根据日记内容，任长典将其全家灭门的原因背后，就是因为与蒲琼兰的婚姻破灭导致。那这件事情真的就这么简单吗？为了调查清楚案件的真相，警方找到了当事人蒲琼兰，对案件进行进一步的调查。任长典一直对我有非常大的疑心，一直怀疑我在外面有男人，并且还对我进行家暴，甚至用手掐住我脖子。不仅如此，经常往死里掐我的脖子和下体，我简直受不了。要是这就算了，任长典就是一个变态。他的哥哥任长艮已经马上40岁，但却没有娶老婆，也没有孩子。于是他为了让任长艮留下一个孩子，便将主意打在我的身上，强迫我给任长艮生孩子。没有办法，要是不按照他说的办，我遭受的便是各种毒打以及虐待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生下了2个女儿。说到这的时候，
蒲琼兰忍不住哭了起来。但此时警方却是有无数个疑惑。这个任长典既然怀疑蒲琼兰有外遇，经常对蒲琼兰进行殴打和虐待，那又为什么会主动将妻子贡献给自己的哥哥，为其生孩子呢？对于这个原因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，竟然是这样一个回答：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据悉，蒲琼兰是被任长典用1000元钱将其买回。于是对任长典而言，蒲琼兰就是他的私有物品，并且认为对于蒲琼兰的安排，任长典自己才有决定权，所以他想怎么安排便怎么安排。当蒲琼兰提出离婚时，任长典非常难以接受，觉得蒲琼兰这是对他权威的挑衅，并且认为蒲琼兰不可能这样做。这一切的背后都是蒲琼兰的哥哥蒲中华挑唆导致，但是却没有任何的证据。于是他只能将对蒲中华的怒意强压在心中，甚至对蒲琼兰的哥哥蒲中华尤为敌视，恨不得将其千刀万剐。他认为这一切都是蒲中华造成的，但是任长典却不知道，蒲琼兰提出离婚的原因完全在于他自身。他长期对蒲琼兰家暴虐待，在这一段根本没有感情的婚姻当中，他一直都是那个被无视、被欺压的对象。更不要说平时任长典对蒲琼兰的态度，甚至可以说完全不是视为人来看待，而是他用1000元钱买来的奴隶。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蒲琼兰是铁了心想要和任长典离婚。在2001年11月18日，平昌人民法院判决两人离婚。而得知这个结果的任长典内心的怒火更是被完全点燃。他认为这一切的背后都是蒲中华导致，于是他选择报复。就在离婚后的第2天，他拿着一把杀猪刀便来到了蒲中华的家中，并将其一家人全部杀害，只有蒲中华的岳父逃过一劫。而在日记最后还记载着，已经委托一个叫秦红英的人帮忙照顾自己的2个孩子，并且希望2个女儿能得到善待。而之所以没有对蒲琼兰下手，是因为2个女儿哭着在他面前求情，让其不要伤害他们的妈妈。然而在这其中，蒲中华只是对自己的妹妹蒲琼兰劝说了几句。这一切的背后，还是任长典对蒲琼兰的家暴以及强迫跟任长艮同居导致。而任长典这样性格偏激的人，一己之力摧毁了3个家庭的幸福，才导致了这一幕的发生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